各位好，欢迎回到城市漫游频道。请大家在脑海中跟我一同飞越太平洋，降落到北美大陆东岸，一片被枫叶与松针覆盖的新英格兰土地上。当你的视线从波士顿向西北方移动大约40公里，你会看到一条宽阔而湍急的河流，它的名字叫梅里马克河。在这条河的两岸，没有华尔街的摩天大楼群，没有硅谷的玻璃幕墙，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绵延数英里，仿佛从地底生长出来的深红色砖造森林。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那些整齐排列的厂房，那些如迷宫般交错的人工运河，在晨雾中沉默地伫立着，像一群退役的老兵，身上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一个关于崛起、辉煌、崩塌与重生的宏大故事。当你真正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扑面而来的不是热带阳光那种浓烈的香料气息，而是一种混合着潮湿红砖、陈旧木头、河水泥土与秋天落叶的独特味道。秋天的洛厄尔是最美的，梅里马克河两岸的枫树将整座城市染成金红，而那些深红色的砖墙在夕阳下会呈现出一种近乎悲壮的暖色调。你走在运河边，听着水流轻轻拍打着200年前的石砌堤岸，抬头望去，那些巨大的厂房窗户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他们见证过太多繁荣时的喧嚣，衰败时的死寂，重生时的希望。如果你足够安静，甚至能听到风中传来的微弱回声，那是200年前的织布机轰鸣，是无数移民的脚步声，是凯鲁亚克打字机的哒哒声。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洛厄尔这座城市，是在一本关于美国工业史的旧书里。当时我只是随手翻阅，却被一个细节深深击中。那是一张19世纪的老照片，照片里成百上千名年轻女工，穿着朴素的长裙，面无惧色地走在洛厄尔的街道上。她们不是去工厂上班，他们是在罢工。那是1836年，美国还是一片年轻的土地，而他们已经懂得了团结与反抗的力量。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座城市绝对不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美国灵魂深处最诚实的镜子。它照出了这个国家的野心、贪婪、创伤，也照出了它最动人的韧性、创造力和重生的勇气。洛厄尔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密德萨斯郡，坐落在梅里马克河与康科德河的交汇处。截至2026年的最新统计，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大约在11万到12万之间。别看它今天只是波士顿旁边一座安静的小城，在全球的地缘经济史中，洛厄尔的地位无可取代。它是19世纪的硅谷，是当时全美国最顶尖科技的集中地。它经历了工业的极盛，也尝尽了去工业化后的极度衰败与痛苦。如今，它又以国家历史公园与大学城的姿态，奇迹般地从红砖废墟中重生。今天，我们的城市漫游将带领大家穿越整整200年的时光。我们会从波士顿富商的惊天工业间谍行动出发，走进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聆听洛厄尔女工觉醒的呐喊。我们会路过爱尔兰居民搭建的贫民窟，穿过法裔加拿大人拥挤的木板公寓，感受捷克凯鲁亚克在红砖阴影下写出的狂野诗句。我们会见证华人天才王安的电脑帝国如何在洛厄尔崛起又瞬间崩塌，也会为逃离赤柬大屠杀的柬埔寨难民在梅里马克河上点亮的水灯而感动。最后，我们会来到2026年的今天，看看这座曾经的铁锈带城市如何凭借智慧纺织与绿色能源，完成了一场让全世界城市规划师都为之惊叹的终极复兴。让我们一同来解构这座在红砖与齿轮之间编织着美国最真实灵魂的奇迹之城。要读懂洛厄尔，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个名字——法兰西斯·卡伯特·洛厄尔。这座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这个名字背后藏着的是一段堪比谍战小说的传奇。19世纪初的美国
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当时全球的纺织业霸主是英国，而英国对自己先进的动力织布机技术实施了极其严格的封锁，严禁任何图纸或工匠离开国土。他们深知，一旦技术外流，自己的垄断地位就会动摇。当时的英国工厂戒备森严，外国访客只能在外围参观，核心技术区域绝对禁止靠近。但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1810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富商法兰西斯·洛厄尔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前往英国。他走进英国的纺织厂，面带微笑，礼貌地参观。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眼睛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将动力织布机的每一个齿轮、每一条皮带、每一个机械结构死死地刻进了自己的大脑。我个人每次读到这段历史，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穿着考究的波士顿绅士站在嘈杂的英国工厂里，机器轰鸣，棉絮飞扬，蒸汽弥漫，他却能在如此混乱的环境中，凭借纯粹的记忆力，将整个复杂的机械系统完整复制。这不是简单的聪明，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力，一种对改变国家命运的强烈渴望。据说他在英国参观期间，白天礼貌地与厂主交谈，晚上回到旅馆就在纸上凭记忆绘制草图。他冒着被逮捕甚至处决的风险，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机密硬生生地装进了自己的脑袋，然后带回了美国。回到美国后，他与机械天才保罗·穆迪合作，不仅完美复制了英国的机器，还进行了关键改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将纺纱与织布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规模化生产线。这个改良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当时的英国，纺纱和织布是分开进行的，中间需要大量的运输和协调成本。而洛厄尔和穆迪的设计，让原材料从一头进去，成品布料从另一头出来，整个过程无缝衔接。这就是现代工厂制度的雏形，是工业革命从分散手工业走向集中大生产的关键一跃。想想看，在181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革新，就像今天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的冲击一样深远。然而天妒英才，法兰西斯·洛厄尔在1817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但他的合伙人，后来被称为波士顿联合会的那群资本家，继承了他的野心。他们看中了梅里马克河上波塔基特瀑布那高达9米的巨大水力落差。1820年代，他们买下了这片荒野中的农地，开始了一场改变美国命运的宏大工程。洛厄尔的运河系统，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项震撼世界的土木工程奇迹。工程师们开凿了长达近9公里、分层错落的2级运河网络。河水从上游引入，先进入上层运河，驱动高层厂房的水轮，然后再流入下层运河，驱动低层厂房，最后才排回梅里马克河。这种分级设计让水利资源被利用到了极致。梅里马克河的河水被引入运河，推动深埋在巨大红砖厂房底部的巨型水轮，水轮再通过皮带与齿轮，将动力传输到整栋楼的数千台织布机上。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一栋5层楼高的红砖建筑，地下是咆哮的水轮，地上每一层都在震动，数千台机器同时运作，棉线如瀑布般流淌，布料如河流般涌出。洛厄尔就这样作为一座由水力驱动的巨型机器，在荒野中拔地而起。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有人从高空俯瞰，那画面一定极其超现实。一片原始森林中，突然出现了几何般精确的运河网络，红砖建筑群像一座座堡垒整齐排列，烟囱里冒出滚滚白烟。这不是一座自然生长的城市，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为了工业生产而计划建造的城市。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栋建筑、每一条水道都是计算好的，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用机器的力量把棉花变成财富。
这种完全由资本和工程理性规划出来的城市，在当时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它不像欧洲的城市那样从中世纪的街道自然演化而来，也不像亚洲的城市那样依山傍水自由蔓延。洛厄尔是一张被画在图纸上的城市，是现代都市规划最早的实验场之一。但机器不会自己运转，厂房建好了，谁来操作那些危险的机器？当时美国社会有一个特殊的背景，男性主要在农场劳作或者向西部拓荒，而新英格兰地区的年轻女孩大多在农庄里过着封闭而单调的生活。波士顿的资本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劳动力宝库，于是他们开始向新英格兰各地的农民家庭发出邀请，把你们的女儿送到洛厄尔来吧，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有干净的宿舍，有教堂，有道德教育。你们的女儿将在这里获得经济独立，还能寄钱回家。这些年龄大多在15到25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后来被称为洛厄尔女工。她们来自新英格兰最偏远的农场，许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收入，第一次在大城市里看到与自己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的同龄人。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来到洛厄尔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他们用赚来的薪水帮兄弟缴学费，帮家里还贷款，或是为自己存嫁妆。他们甚至创办了全美国第一份由女工撰写编辑的文学杂志《洛厄尔奉献》，向世界证明了劳动女性的才华与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女工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她们不是家庭主妇，不是农场帮工，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女性。她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在严格的寄宿公寓管理员的监督下洗漱用餐，然后走进轰鸣的工厂，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操作复杂的机器。中午只有短暂的用餐时间，晚上天黑后才能离开。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有限的自由时间里阅读、写作、交流思想。他们在宿舍里与同龄人讨论诗歌、政治和宗教。这种生活方式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是前所未有的。洛厄尔女工的存在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固有想象。她们证明了女性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思考，还可以创作，还可以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但资本的贪婪是无底洞，随着竞争加剧，厂方开始降低工资，延长工时，每天工作长达13到14个小时，还要求女工操作更多的机器。工厂里的空气充满了棉絮，导致严重的肺病。噪音大到女工们只能学会用读唇语来交谈。这些读过书、有思想的新英格兰女孩没有选择屈服。1834年和1836年，洛厄尔爆发了震惊全美的女工大罢工，成千上万的女工走出厂房，走上街头。她们唱着抗议的歌曲，难道我们不能做自己的主人？难道我们必须为微薄的薪水而像奴隶般劳作？他们随后成立了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将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大请愿书送进了麻州议会。每次我读到这段历史，内心都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我为他们的勇气感到震撼。在19世纪30年代，在一个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的国家，一群年轻的工厂女工敢于向整个工业体系说不，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一丝悲哀，因为他们争取的不过是每天工作10小时而已。在今天看来，这依然是一个残酷的数字，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主导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洛厄尔的女工们用她们的青春与血汗，不仅织出了美国市场上源源不绝的布料，更织出了美国劳工运动与女性平权的第一面光辉旗帜。随着女工罢工的兴起，资方开始寻找更廉价、更不容易反抗的劳动力。
洛厄尔从此打开了接纳全球移民的巨大闸门。第一批到来的是逃离1840年代马铃薯大饥荒的爱尔兰人，他们一无所有，在城市边缘搭建了被称为1英亩的贫民窟。他们用血汗挖掘运河，建造厂房，承受着当地清教徒极度的歧视。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群刚刚经历了祖国大饥荒的难民，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异国他乡最恶劣的条件下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还要面对语言和宗教上的排斥。但正是这些爱尔兰人奠定了洛厄尔城市基础设施的根基。我们今天看到的运河系统，很多段落都是由他们的双手一铲一铲挖出来的。到了19世纪下半叶，洛厄尔的纺织业达到了巅峰。此时，为了填补巨大的劳力缺口，火车将成千上万的法裔加拿大人从魁北克运送过来。他们在洛厄尔建立了被称为小加拿大的社区，那里的木造公寓密集到几乎没有阳光，法语成为了街头的主要语言。随后，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立陶宛人接踵而至。洛厄尔的工厂里，有时需要用几十种语言来下达指令。洛厄尔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在这里，不同族裔在工厂里为了生存而互相竞争，甚至发生流血冲突。但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各自的信仰、美食与文化，在这座红砖城市里建立起了宏伟的天主教堂与东正教堂，将洛厄尔变成了一个微缩的联合国。希腊人带来了橄榄油和烤肉，波兰人带来了香肠和饺子，葡萄牙人带来了海鲜炖饭，每一种味道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个人认为，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才是洛厄尔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它不像纽约那样光鲜亮丽的包容一切，它的融合是带着疼痛的，是在机器的轰鸣声和棉絮的飞扬中，在拥挤的木板公寓和狭窄的街道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种融合更真实，也更动人。每一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每一种语言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角落。在这片充满机器轰鸣声、汗水与法语交织的小加拿大贫民窟中，孕育出了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具颠覆性、最狂野的一个灵魂。1922年，杰克·凯鲁亚克出生在洛厄尔的一个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许多人知道凯鲁亚克，是因为他写出了那部定义了垮掉的一代、影响了鲍勃·迪伦与嬉皮运动的圣经《在路上》。但很少人知道，凯鲁亚克的灵魂底色完全是由洛厄尔这座工业城市所涂抹的。在凯鲁亚克早期的作品《镇与城》以及后来的萨克斯博士中，他以近乎痴迷的笔触描写了洛厄尔的阴暗、神秘与残酷的工业美学。他描写梅里马克河在春天的洪水，描写工厂那犹如恶魔般高耸的烟囱，描写那些在清晨的寒风中走向工厂，一生都在贫穷与天主教信仰中挣扎的法裔劳工。洛厄尔的阴郁造就了他对自由、对远方无可救药的渴望。我特别喜欢凯鲁亚克的一个细节，即使他后来流浪全美，成为了纽约与旧金山的文学偶像，他的心却从未真正离开过这座红砖之城。他在路上写尽了美国的辽阔与自由，但他的根始终扎在洛厄尔潮湿的红砖缝隙里。1969年，这位文学巨匠因酗酒在佛罗里达去世，他的遗体最终被运回了故乡洛厄尔，安葬在埃德森公墓。今天，来自全世界的文学青年依然会来到洛厄尔，在他的墓碑上放上一支笔或一瓶威士忌，向这位在机器轰鸣声中寻找上帝的浪子致敬。我觉得凯鲁亚克与洛厄尔的关系特别像一种宿命。这座城市给了他压抑的童年，给了他贫穷的记忆，给了他想要逃离的冲动。但正是这些负面的东西，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燃料。没有洛厄尔的红砖、运河、烟囱和法裔社区的宗教压抑，
就不会有在路上那种对自由的极致追求。这是一个关于创伤与创造力的永恒命题。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恰恰是最能激发我们飞翔的力量。凯鲁亚克用他的整个文学生涯证明了，最深的黑暗可以孕育最亮的光。他的文字里永远有一种流浪的冲动，那种冲动不是来自对远方的浪漫想象，而是来自对出生地那种工业压抑的深刻反抗。进入20世纪，洛厄尔的辉煌开始瓦解。随着美国南方的劳动力变得更廉价，以及蒸汽动力的普及，洛厄尔的纺织厂开始大规模倒闭或南迁。到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这座曾经的工业心脏变成了一座充满失业、贫穷与废弃红砖厂房的铁锈城市。那些曾经的工业堡垒变成了空洞的废墟，窗户破碎，杂草丛生，运河干涸，烟囱不再冒烟。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时间在这里凝固成了灰色的绝望。在长达几十年的黑暗期后，洛厄尔在1970年代末迎来了一次短暂却极其耀眼的科技复兴。一位来自中国上海，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天才王安，将他的科技帝国王安电脑的总部与研发中心搬到了洛厄尔。在1980年代，王安电脑发明的文字处理机和小型电脑风靡全球，公司年营收高达数十亿美元。洛厄尔因此被称为128号公路科技走廊的奇迹。王安不仅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数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还慷慨地捐款振兴当地社区。但科技的浪潮是无情的。到了1990年代初，因为未能及时转型应对个人电脑的崛起，王安电脑迅速崩溃并宣告破产。洛厄尔的科技海市蜃楼瞬间破灭，这座城市再次被抛入失业与衰退的深渊。这段历史让我思考了很多。王安博士无疑是一位天才，他的故事是华人移民在美国奋斗的巅峰写照。但洛厄尔与王安电脑的关系，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城市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脆弱性。当王安电脑如日中天时，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科技繁荣的美梦中。但当 PC 浪潮来袭，当公司无法适应变革，整个城市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这不是王安个人的失败，这是一个关于产业周期、关于创新陷阱、关于城市经济多样性的深刻教训。洛厄尔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正是这次惨痛的教训，让后来的洛厄尔人明白了，真正的复兴不能建立在单一企业的沙堡之上。一座城市的未来必须扎根于多元、韧性和对自身的深刻理解。就在王安电脑崩溃，洛厄尔经济再次陷入绝望的同时，这座城市迎来了它历史上最特殊也最令人动容的一批新移民。1980年代，为了逃离波布与赤柬政权那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柬埔寨难民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了美国，而洛厄尔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避风港之一。今天，洛厄尔拥有全美国第2大的柬埔寨裔社区，仅次于加州长滩。这群经历了极端地狱创伤的柬埔寨人，在洛厄尔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他们盘下了那些因为经济衰退而倒闭的空档店面，开启了传统的高棉餐厅、珠宝店与杂货店。他们将废弃的建筑改造成了宏伟的佛教寺庙。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红砖城市带来了色彩与节庆。每年8月，洛厄尔都会在梅里马克河上举办盛大的东南亚水灯节。曾经用来推动纺织机运作的冰冷河水，如今漂浮着祈福的水灯，伴随着高棉传统音乐与赛龙舟的鼓声。我每次想到这个画面，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一群刚刚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没有选择沉溺于仇恨或绝望，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生命力去治愈一座同样受过创伤的城市。
柬埔寨移民用他们的坚韧与文化，奇迹般地修复了洛厄尔受创的城市灵魂。这是一种跨越种族与创伤的共生关系。洛厄尔给了他们庇护所，他们给了洛厄尔新的色彩和心跳。这种交换比任何经济数字都更珍贵。它证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证明了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文化和社区的力量依然可以点亮希望。经历了100年的繁华与衰落，洛厄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物理遗产，绵延数英里的废弃红砖厂房与几近干涸发臭的运河。在197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面对这种情况，选择的是推土机式的都市更新，把旧厂房全部拆掉，盖成停车场或现代商场。但洛厄尔的当地领袖与历史学家做出了另一个震惊全美的决定，我们要保留这些红砖与齿轮，把它们变成国宝。在联邦参议员保罗·桑格斯，洛厄尔本地人的极力推动下，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设立了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这在美国国家公园史上是一次概念的革命。过去的国家公园保护的是黄石公园的树木与大峡谷的石头，而洛厄尔保护的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红砖与运河。政府没有把厂房拆除，而是投入巨资清理运河，修复了水轮机，将厂房内部改造成了世界级的工业博物馆。游客可以搭乘古老的有轨电车穿梭在城市中，亲耳聆听那些老旧织布机启动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洛厄尔的这一壮举不仅挽救了城市的历史记忆，更在全球开创了工业遗产活化的黄金典范。我个人认为，这是洛厄尔历史上最聪明也最勇敢的一个决定。当全世界都在追求新、追求快、追求推倒重来时，洛厄尔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承认自己的过去，拥抱自己的伤痕，让历史成为未来的一部分。这不是怀旧，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因为一座城市的身份不是由它的新建筑定义的，而是由它的记忆和故事定义的。那些红砖墙上的每一道裂痕，都是这座城市真实经历过的岁月。抹去了它们，就等于抹去了城市自己的灵魂。各位来宾，当我们把时间轴拉到此时此刻的2026年，这座被红砖包围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向其历史致敬的最伟大转型。这场新复兴的超级引擎是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这所大学已经从一所地方师范学院跃升为全美顶尖的科技与工程研究型大学。在 UMass Lowell 的推动下，洛厄尔没有追逐虚无缥缈的网络泡沫，而是回归了他200年前建成的初心，制造业与纺织，只是这一次是极致的智慧升级。2026年，洛厄尔成为了美国国防部与顶尖科技公司研发先进功能性纤维的核心基地。这里的实验室正在研发能够自动调节温度、监测心跳，甚至能够发电的智慧布料。200年前，洛厄尔编织了美国第一匹粗棉布。200年后，洛厄尔正在编织人类未来的智慧皮肤。同时，那些曾经推动工业革命后来被废弃的古老运河，在2026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通过安装最先进的微型水力发电涡轮机组，洛厄尔的运河系统再次运转，为城市的高科技园区提供100%洁净的绿色能源。而那些曾经的巨大红砖纺织厂房被全面改造成了结合新创企业孵化器、艺术家工作室与高级 loft 公寓的创新街区。历史的厚重感与科技的未来感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洛厄尔，这座曾经衰败的工业老城，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历史不是负担，而是通往未来的最强大跳板。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永远站在时代的巅峰不犯错，而是当潮水退去，当你的一切辉煌都被视为废墟时，你依然有勇气承认你的过去，并用双手将那些布满灰尘的齿轮与红砖一块一块地擦拭干净，组装成通往未来的阶梯。
它也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织布机，从年限、汗水到硅晶片，再到今天的智慧纤维，它不断的编织、断裂，再重新编织，织就了美国历史中最痛楚但也最美丽的真实挂毯。当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你面对时代巨变的冲击，或是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感到衰退与绝望时，请在脑海中勾勒出梅里马克河畔那片坚不可摧的红砖森林，记住那水轮机震耳欲聋的轰鸣，记住女工们走上街头的坚定步伐，以及洛厄尔人那份在废墟中重新点燃火炉的极致韧性。愿这份跨越工业世纪，如运河水般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能为你的人生与事业带来一份最踏实、最温暖、最不可撼动的创新与勇气。各位好，这就是今天的城市介绍。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再见。